今天我们接着来讲中共的司法部被犯罪分子控制的故事啊。这吴爱英在2017年去职司法部长之后司法部迎来了一个新的部长张军。这张军是临危受命，他原先是中纪委的副书记到了司法部当部长，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选1年之后呢，他就调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做检察长，再之后呢，又调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做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步入到了一个副国级官员的序列那么在张军之后的2018年呢，司法部体制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革。我过去讲了，司法部其实主要是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管理全国各地的监狱，第二个功能呢是管理全国的司法考试，也管理中国的律师。其实还有第3个功能就负责对外交往，因为中国的司法界跟外国进行交往的话，由司法部牵头。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司法部重建过程中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政策调整，是什么呢？就是把国务院的法制办并到了司法部，成立了一个新的司法部。国务院的法制办过去是国务院的一个事业单位，一开始主要是一个研究部门，但是后来呢，除了研究以外，这国务院的法制办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专门起草一些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同时呢，你国务院还要向全国人大搞一些立法建议权。这立法建议权的过程中间，你要起草法案，也是由国务院的法制办来做的那么这2个功能按道理来讲有一些重复因为你司法部嘛，司法部按道理来讲应该负责整个国务院的司法的所有的事情嘛。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呢，国务院的法制办跟司法部就合并在了一起。合并在一起之后呢，司法部就开始进行了双首长制。所谓双首长制是什么呢？就是你国务院的这个司法部的部长，同时还有一个党组书记，这党组书记和司法部部长是2个人，就双首长。同时呢，中共还把他的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领导小组设在了司法部。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都知道搞各种各样的小组，这些小组就把国务院的很多功能给架空了。这个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部，什么意思呢？说白了，也就是司法部你作为国务院的行政机构，你同时也要接受党的直接领导。但这里头有一个事情比较蹊跷这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办公室设在司法部这司法部我们过去讲的了，在共产党的整个司法体系里，它是最没有存在感的。公检法司安，公安部权力最大，紧接着是国安部，国安部完了之后，检察院和法院嘛，排在最后的是司法部。那你想想，它这个全面依法治国办公室它为什么不设在公安部呢？这里又有一个背景了，就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实际上对整个公安体系是不太信任的。同时他在权力斗争过程中也扳倒了周永康。周永康是公安部部长原先的政治局常委那么周永康倒台之后，也建立了一个规则，就是公安部的部长不再进入到政治局当常委。也由于他跟周永康之间的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他对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些人也是怀有戒心，所以这个全面依法治国深化改革的办公室就设在了过去最没有存在感的司法部。那你想想，司法部的这个地位就变得重要了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司法部也迎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长，这位部长的名字叫做傅振华。傅振华那个在中国的司法界也是大名鼎鼎他是出生在北京，他呢原先是河北滦县人早年也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他是从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侦查员开始干起。但是这个人呢比较聪明后来在北京大学的分校里还搞了一个法学硕士当然他这个法学硕士估计也是水硕士肯定是自己混来的。但这个人呢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又同时在北京从事侦查工作吧。侦查工作的过程中间就有一个好处，叫办案子。办案子，尤其你办了大案，就容易出风头，容易出风头就容易出政绩嘛。于是呢，升的也就比较快。这傅振华后来到了公安部做领导的时候，他就吹嘘，他说他在北京办了很多大案，就是比较著名的白宝山案。白宝山案就是他办的直接参与调查的白宝山案大家都知道白宝山呢是北京人，他是首钢子弟。后来呢，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首钢那地方叫石炭厂当工人。当工人的过程中，偶然就接触到了枪支，迷上了打枪。没有枪的时候打气枪。后来呢，就跟别人合伙去抢劫。在82年的时候就被判处了有期徒刑5年。当时北京的这些犯人呢，基本上都给弄到新疆去服刑他就弄到新疆去了。到了新疆之后呢，他跟自己的狱友吹牛说他当年在玉米地里头搞玉米的时候，还把别人的脑袋给打破了，打成重伤。
人家狱友听完之后就立功啊，就把他给举报了。举报查清楚之后呢，他就不是5年了，最后合并处罚变成了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个人在监狱里头没有得到什么改造啊，他对社会啊，他怀恨在心呢。据说在监狱里的时候还杀过2个人，但是呢也没什么证据。后来在1996年的时候就刑满释放了。刑满释放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身上带着75发子弹，就是在新疆的监狱里头他搞到的子弹。所以你看这个人神吧。回到北京之后呢，他想再回北京重新落户口，当地的派出所刁难他，就不给他落。后来他知道落网的时候，他的户口问题也没解决，于是他回家之后不到1个月就开始大杀四方。他先是在北京袭击了一个哨兵，抢了一把冲锋枪，然后他不是有子弹吗？于是他就开始频频袭击北京的当时的一些哨卡，打死了好几个人呢。然后后来抢到了枪支之后，他就重新流窜回了新疆，找到了他新疆监狱期间的一个同伙叫吴子明，2个人联手在新疆制造了一起惊天的抢劫大案，抢了123万人民币。这白宝山抢完这些钱之后他就挥霍结果后来他其实是被新疆警方破获的。新疆警方调查发现，他跟他新疆服刑期间，他的这个资料比较相信，就请北京的警方去协查。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北京警方在他们家里把他带走，于是白宝山落网。第2年的时候，白宝山呢被判处死刑，在他手上有17条人命。但是你想想，这个过程中间是北京市警方破获的吗？不是所以这个傅政华也是吹牛。这傅政华当时到了公安部的时候，他还说马加爵案也是他亲自领导的。这马加爵案其实说实在的，破获起来难度并不大。他当时呢是做了2件事情。第一呢，第一时间发布了一个 A 级通缉令。第二呢，就悬赏20万人民币。那当年20万人民币是很大一笔钱所以在21天之后，马加爵就落网了。马加爵呢，他是个云南的大学生嘛，因为跟自己的舍友发生口角，就用哑铃把几个人都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就把那尸体藏在了那个宿舍里的储物柜里，然后只身就开始逃跑。跑哪儿去了呢？他觉得海南比较远，就跑到海南去了，天涯海角嘛。结果到了海南，发现到处都是自己的通缉令，他也不敢到旅店去住店呢。于是呢，最后都没有钱吃饭了，就在那垃圾箱里捡香蕉皮，被人认出来了。最后抓回来之后，后来也判了死刑。所以你看到了傅政华说是走的这个刑侦这条线，但其实我看他没有破获什么特别有名的大案。他真正在北京当时引起比较大的反响的是2010年的时候，天上人间扫黄。天上人间在北京著名的夜总会那里头的这个客户都是非富即贵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他把天上人间给端了。具体背景我们不知道但他自己说是什么防止大家去通风报信但是很多人都说傅政华当时端天上人间也拿到了天上人间很多内部资料，有很多正部级的官员他们到天上人间去消费电话号码那些资料都在他手里。所以你知道了吗？公安部门手上的权力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转化为个人升迁过程中间的个人私利。这一点其实也为他后来最后落马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那么在2000几年的时候，他就从北京市公安局就调到了公安部，又从公安部调到了610办公室当主任，就正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正部级官员的序列。后来又回到了公安部做常务副部长，在2018年的时候调任司法部当部长。结果他呢，后来在2020年的时候突然就落马了。他的落马是跟谁有关呢？是跟公安部的另外一个副部长孙立军有关。这孙立军的经历可是传奇他早年呢，实际上在上海是倒卖钢材，后来他们家里的人呢，就把他安排到了政府部门。一开始他都是在卫生部门工作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他调到了公安部做公安厅办的办公室的副主任，当时还不到40岁他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年轻有为，而且后面有靠山。当时呢，这个傅政华正在北京市做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级别其实比孙立军高，但是他发现孙立军比他年轻，又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而且孙立军平时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他将来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所以傅政华呢，马上就开始攀附孙立军。据说当时北京办的很多案子，其实孙立军是没有权利看的这些资料，那傅政华呢，都把这些资料提出给这个孙立军看。孙立军告诉他怎么做，他呢还
就完全执行，对孙立军那是毕恭毕敬啊。据说孙立军也投桃报李，就帮他运作成了在北京市做常委，后来的运作他到公安部做了副部长，后来不是又到了司法部当了这个部长吗？那孙立军后来最后怎么落马的呢？说起来也很可笑，就2020年3月份，习近平不是疫情吗？后来呢要到武汉去视察，到武汉视察之前的1个月，这孙立军作为公安部的副部长，那就到了武汉市提前安排要接待首长嘛，事无巨细。后来习近平到了武汉去视察的时候，他也陪着习近平鞍前马后结果这个时候出了点事儿，这习近平就发现这孙立军对他的行程了如指掌，而且不但对他这个行程知道，他未来的行程孙立军也知道。习近平就起疑了，就问：说你怎么知道我行程这么细呢？比我这8341部队的保安系统里的人知道的还详细呢？而且未来的行程你都知道呢？这一问，孙立军慌了。习近平于是就怀疑孙立军有问题，于是就开始对他进行调查。2020年的4月份，孙立军就落马了。这一调查可不得了发现孙立军其实是利用公安部自己的技侦系统，长期以来对自己进行监控。那么在孙立军倒台之后呢，上海市的副市长，也就是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龚道安也落马了。这龚道安原先是干什么的呢？他就是公安部原先的12局的局长，也就是行动技术局的局长。这个行动技术局就是专门负责技监的、技术侦查的。据孙立军自己后来交代，他平时收别人的钱收得非常猛在上海那南京那边的人官员给他一次就给他一个小海鲜，就是一纸盒子钱，他一共从一个人手上就收了9000万。他这钱他也收他自己的其他下属的，他也给别人送，但是他对龚道安从来没收钱，相反，他给龚道安非常多的好处，给龚道安解决住房，给龚道安家里的孩子解决工作，同时还给龚道安钱。为什么？因为龚道安这个岗位极其重要，负责公安部的技侦手段。后来呢，龚道安肯定是被他搞定了，变成了他自己的小兄弟，所以呢，龚道安就跟他合伙一起去监控习近平。要说他们监控习近平也没什么其他的政治打算，就是2个目的。第一呢，就是更好的为习近平提供服务。你习近平不是要去武汉吗？那我提前知道你的行程之后，那我把你这个安排的妥妥帖帖的，让你感觉到无微不至。我知道领导的行程之后，我再给你提供服务的时候，这不可以服务得更好吗？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监控领导还有一个想法，你知道领导的想法你投其所好这样对他自己的升职升官发财这个有好处所以他其实监控也不像其他人有什么党内斗争这样的背景，还真就没有。他其实呢就是这2个目的，一方面自己想升官，另外一方面想给领导服务得更好。但是你想想，利用公安部自己的技侦部门监控自己，这在封建社会这是死罪所以习近平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极为震怒，立刻就把孙立军拿下了。然后孙立军整个他这个团伙也全部都完蛋了，也包括傅振华也跟着一块完蛋了。这孙立军和傅振华倒台之后这个中共给他们下的结论特别有意思，我在这里专门给大家念一下。这2021年9月30号，这公安部原党委书记副部长孙立军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孙立军从未树立真正理想信念，背弃2个维护，毫无4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为扭曲，妄议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捞取政治资本，为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做事，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看到吗？危害政治安全，那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提的级别也比较高狂妄自大，恣意妄为，大搞特权，在抗击新冠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长期搞封建迷信活动，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看到了吗？在中共自己的
这个公开的这个结论里头都讲到了，使用公开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当然他不好意思讲，我们自己的公安部的副部长利用侦查手段监控习近平，那这太丑了是吧？太可笑了是吧？太荒唐了是吧？所以呢，就说他用公开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情况，大肆卖官卖爵，安插亲信，严重破坏公安政法系统的政治生态。这个傅振华的也差不多啊。傅振华是这么说的：背离两个维护，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痞行极为卑劣，投机钻营，利令智昏，为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参加孙立军的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欺瞒中央，危害党的统一，妄议党中央的大政方针，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这个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中纪委出的纪录片里头也讲到了，说傅振华这个人呢，一门心思就想当官啊，所以他对这个关系啊特别敏感。这有人要是说他上面有人，傅振华立刻跟对方称兄道弟。在北京就有2个这样的政治骗子，有一个人骗了他20年，这个人就说他这上面有人，傅振华就给他很多好处。说那个人其实傅振华在他那儿什么都没得到，相反利用傅振华还办了很多自己的事情。所以傅振华就通过这种方式，当然他其实也成功了。你想想，他跟孙立军的团伙之后，当了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又做了司法部的部长。所以你别说他搞这一切不行，人搞这一切人搞得挺成功的，最后成功的当了一个正部级的官员。如果不是孙立军最后监控习近平被发现，那傅振华人也算是安然退休，以正部级啊。这是司法部的第四个犯罪分子啊。傅振华呢，在2020年去职之后呢，司法部火速又迎来了第5任犯罪分子，这个犯罪分子叫唐一军。唐一军火线介入这个司法部长之后，连夜开会，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清除傅振华在司法部的流毒。结果没想到几年之后呢，他被火线拿下之后，他的那些部门也火线召开会议，清除唐一军他这个在整个他那个部门的流毒。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共产党的一些官员呢，其实所走过的路径啊，都是非常像，整个就像是一个笑话啊。这唐一军呢，我在这里给他讲一下背景啊。唐一军呢是山东莒县人，祖籍啊，他父母呢是南下干部啊。他后来呢就是在浙江这个地方扎根。他怎么发迹的？他是通过秘书这条途径。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啊，他就喜欢写东西。后来呢，他上了一个党校，党校毕业之后呢，就被分配到了浙江省委宣传部当一个干事。后来就在这个干事期间，由于写文章嘛，就被浙江省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啊，叫刘峰看中了。刘峰于是就把他调到了省委办公厅做秘书。话说这刘峰啊，过去曾经也是秘书出身，给建国初期的浙江省的一个省委书记做秘书，后来自己又做到了省委副书记，后来又做到了浙江省的政协主席。秘书在中国啊，是官场上升官的东山捷径。为什么呢？首先是你给高官做秘书，你级别就高；你给一个副部长做秘书，那这个秘书呢就是副处级；你给一个正部长做秘书，你这个级别呢就是正处级。你比如说你要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秘书，那就更不得了了。老毛的秘书、总书记的秘书是正部级呀。你想想，你省委书记也只是正部级呀，但是你给天字1号的老板做秘书就是正部级，而且这些人可能还有好几个秘书。所以你想到了吗？秘书这个级别高。第二呢，秘书由于在领导身边鞍前马后，机会也多，给领导伺候好了，领导一句话，你可能就直接从这个秘书到外放某一个位置，从一个很高的起点就升起来了。同时呢，由于你跟领导有这种关系啊，你升职的机会自然也就多呀。那么刘峰啊，在这个唐一军升职的过程中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他还给唐一军介绍了一个人，谁呢？赵乐际。赵乐际当然都知道了，那现在也是习近平上的红人啊。这赵乐际跟刘峰有一些特殊的渊源，因为刘峰啊当年啊认识赵乐际的父亲叫赵喜民，两家呢关系过从甚密，所以这在赵乐际非常小的时候就管刘峰呢叫叔叔。所以后来两家在青海那边那种关系啊，结成的那种关系啊，后来在赵乐际发迹之后呢，对刘峰那肯定是投桃报李啊。那么刘峰就把唐一军介绍给了赵乐际。
这唐一军后来呢，其实是在宁波市做政协的主席，按道理来讲都已经退二线了，结果突然之间就被从政协的主席任命为市委副书记带市长，紧接着2个月之后就变成了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然后市长。在这个宁波市做这个市委书记不到1年的时间，直接又调到了辽宁做代省长，火箭般的速度。那你想想，如果要是后面没有人的话，怎么做得到呢？他们在辽宁省做了代省长，做了2年之后，又到了司法部做部长。这唐一军后来的倒台其实跟他在司法部也没什么关系，也是因为他在辽宁做代省长期间出的事儿。什么事情呢？就是跟恒大的许家印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许家印我们过去讲过那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间大鳄，那全国各地到处用高杠杆去开发房地产，结果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房地产这个企业最缺什么？最缺钱，它需要融资。那你在银行融资很困难嘛，所以许家印后来就盯上了银行，盯上了城商行，他就盯上了辽宁省有一家城商行叫盛京银行。于是呢，他通过自己长袖善舞就控股了盛京银行。控股了盛京银行之后呢，他自融把盛京银行里面的钱呢，全部搞到他自己许家印自己的恒大地产的项目里头去了。结果后来整个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崩盘，那么盛京银行这1000多万都基本的打了水漂，全变成了坏账。那这些坏账最后盛京银行被重组那共产党为了重组盛京银行，往里头注资大量的钱呢，损失惨重一查这件事情当年许家印到辽宁怎么能搞定盛京银行呢？就是跟这个唐一军有关。2020年的时候，许家印到辽宁专门拜访了这个唐一军，2个人相谈甚欢那么具体这个许家印给了唐一军多少好处那么现在唐一军呢，由于这案子还没有审，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2023年的时候，唐一军呢，在许家印出事之后不久，他就落选了中央委员，然后呢，由司法部部长直接调到了江西省做政协的党组书记。那你想想，司法部的部长那中央的一个部委的首长调到了江西省的一个政协当党组书记，那这就相当于充军发配了。江西省政协，那你基本上这是一个闲散部门。1个月之后，他当选了政协主席，但是这个政协主席也只当了1年。就在今年的1月份，他突然被中纪委直接在会场中间带到了北京进行调查。就在前几天，10月8号，中纪委宣布对唐一军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0月18号这一天，宣布对他逮捕，移送司法部门进行起诉。坊间传言这唐一军他自己的夫人就搞一些金融公司，手法也是非常大胆但总而言之，肯定跟许家印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腐败关系，所以一夜之间也都东窗事发，倒台了。故事讲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了这司法部长13任部长中间5个副部长都全出了事儿。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什么呢？这5个副部长虽然都出了事儿几乎没有在司法部长这个岗位上贪赃枉法的，就包括吴爱英，其实最后也没有在司法部长这个位置上贪赃枉法。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司法部长确实没什么权利，不是说他们不想在司法部的部长这个位置上贪赃枉法，确实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贪赃枉法。你贪赃枉法你得有条件你要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你可以贪赃枉法；你要是公安部部长，你可以贪赃枉法。司法部在中国确实是权力有限，所以这些出事的这些官员实际上都不是在司法部部长本身这个位置上贪赃枉法带来的。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这些犯罪分子，司法部长他的这个犯罪形式那可是各种各样，五彩斑斓你看，这里有儿子给人当间谍的，然后呢，有一门心思自己花钱买官的，然后有跟公安部的副部长合谋一起是监控习近平的，最后只有一个唐一军是在做司法部长之前跟房地产老板有不清不楚的，多么丰富多彩所以我看到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100年前写那个晚清官场的《官场现形记》。那《官场现形记》实际上讲的就是晚清官场中间真实发生的故事，虽然它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一句话：
这个政府烂透了。晚清的政府不是一个现代的政府啊，它基本上是靠腐败运作的。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你去哪一个政府大员家里头要去拜访，你到门口你都得交银子，交完银子你的名片才能递得进去。他当时就讲了一个古董商在北京明着是开古董商，实际上就是公开卖官。那么有一个哥们儿不是花了2000两白银吗？找他买官吗？他就贿赂这个北洋大臣，于是这个哥们儿就直接买了一个山东省的知府。还比如说有个道台自己出事了，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对方做第9个小老婆。然后有一个直隶总督，他当时呢有12个老婆，这12个老婆中间第9个老婆、第12个老婆的受宠，就直接也参与买官卖官。那一副腐败的图景啊，构成了晚清官场的一个那个真实的图卷。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司法部的5个部长，他们各种各样林林总总的腐败，是不是就有点像晚清的那个官场现形记啊？要说这5个故事里头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2个，一个是卢文光。卢文光你说白了，人家其实真没干什么坏事啊，人家是自己在生意上合法赚来的钱，就是想买一个官，就是想当人民公仆，想当一个高级的人民公仆。要说人家其实这个要求也不为过嘛，对吧？人毕竟没干什么坏事嘛，是吧？第2个就是傅振华跟孙立军竟然利用自己的公安部的手段去监控习近平。你像这样的一个犯罪场景，就是小说你都写不出来的这个离奇传说的故事啊。说白了，最后一点就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任命体系、官员选拔体系，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那么像这样的一片烂污的腐败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荒诞的事情啊，可能还是会不断的上演。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就是为人民服务。看到你们发展起来，我们才高兴。祝你们家庭幸福，万事如意。